爸爸妈妈愿意为你改变这个世界，好，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永远会陪着你去适应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这个基本态度是重要的。我是觉得，如果未来有一个机会，每一个父母都可以找到支持他的人啊，也许是心理师，也许不是，也许是他的姐妹淘，也许是他的很好的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倾诉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觉到你遇到困难，在教养困难的时候，有人撑住你，有人陪你一起讨论，事情没有每次都想得那么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被唤起很多很想要狂骂小孩一顿啊，甚至想要揍小孩啊、打小孩这种很有压力、很负面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大家好，我是小远妈，欢迎大家回到小远赢了小孩没问题系列。根据统计，每5位小孩就有1位是高敏感儿，他们对于气味、声音、光线及触感特别敏锐。在别人眼中，他们可能是比较难带的孩子，可是其实他们只是需要一点不一样的理解跟不一样的陪伴方式。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邓惠文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果家里有高敏儿，父母应该怎么调整脚步呢？欢迎邓医师。大家好，我是邓惠文，小远妈好。首先，当然它是一个范畴，并不是所有所谓高敏感的孩子都一样啊。那现在有些名词会混淆在一起，也要帮大家区分一下。一种是属于身体知觉上面的高敏感，例如一点光线、温度，甚至是冷气有一点点风，他都会很烦躁、很不安。然后有一些是对于话语。还有一些是对于人际互动，好，那有些人甚至后来直接讲说他是个性上的高敏感。其实这整个范畴里面，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自己，也许都有1-2个地方是比较敏感的。那我觉得其实父母在对待孩子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去评估他的状况，有些时候是需要专业的一些心理评估或生理的评估，儿童心智科的评估啦，或是心理咨商师、临床心理师的评估，这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孩子的特色。这就是个人特质跟环境互动的问题。如果你给他的环境不适合他的状况，那你就会觉得他问题很多，他有适应的障碍。那我们通常会建议尽量的去调整我们的环境。好，那这时候爸爸妈妈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可是我把私人生活的领域或家庭生活调整得很符合，外面社会哪有那么简单啊？我会不会打造了一个适合他的温室，结果他以后出去之后没有办法适应？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心理发展上的观念哦。如果你的孩子他本来有某一些特性，而你愿意帮忙他，先让他感觉到安全，他没有觉得太困难，然后你愿意为了他去改变环境，孩子会先得到一个安全感，就是说我没有错，或我并没有不应该。好，这个基础的安全感要先建立。但是你在外面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很焦躁的时候，你可以练习呼吸，还是你可以画什么东西，还是你可以要求老师说让你怎么样出去走动一下，还是你运用什么方式缓解。你要他做这个之前的基础在于他知道其实我不是很糟糕，只是因为今天这个环境不是属于我一个人，而如果是在我私人的环境，其实我只要打造我的环境，我就可能舒服一点。这一个安全感以及自尊感，让孩子们愿意去配合团体，愿意去做那暂时的忍受。很多人都忽略了前面这一段，那就是孩子就会觉得说，我生来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勉强。他是不是特别不容易觉得有被爱或是被关怀？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反抗，很不愿意去调整。甚至你给他一些方法说你这样就可以适应，有些孩子他连做都不愿意做，那父母就会觉得很挫折、很不解啊。我们先尽量给孩子一个说，爸爸妈妈愿意为你改变这个世界，好，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永远会陪着你去适应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这个基本态度是重要的。接着就说到这个高敏感哦，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感知上
以前会有一种说法叫感觉统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它有最多就是像触觉，所以很奇怪，一般的材质的衣服，她穿在身上，她就不能忍受。像我的女儿是没有办法忍受衣服有任何标签，那这个东西一开始有些家人就会觉得说，那就是让她去适应，人家就会说皮磨厚一点就不会对标签那么敏感。这个是不是很有一种象征性？就是说你让她的这个个性被磨的长茧了，他就不会那么敏感。可是事实上有没有想过，其实一个孩子他的天赋就是这样啊。那我其实得到最大的支持的时候，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是我的孩子去了一个教艺术的老师，有一次我去，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小朋友他在画的时候他很慢，然后他会很注意细节，好，然后他甚至不愿意把颜色混在一起，然后可能这个颜色那个颜色其实很细的点，他都会让他分得很开。我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就有点职业病，很快的跟老师说，对齁，所以他焦虑度太高，然后自我设限很多。我就是要表达说，妈妈有在观察，我没有不管我的小孩，你说的问题我有知道。结果我一讲完说，老师就这样很慈爱的看着我，他就说，妈妈你的观察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他能够很有耐心，不求快，甚至旁边人都做完了，他也能够抵抗那个压力，按照自己要的方法，坚持自己要的规则，以及他要的秩序，所以他是对秩序的需求比较高。我那一刻觉得说，我好惭愧哦，为什么都这样跟别人讲，然后没有办法看自己的小孩是这样呢？所以那一刻我真的就突然间觉得说，有时候父母要先安自己的心。所以当这个老师告诉我，我以为他是要提醒我妈妈不够用心的时候，我就会很负面，然后我对我的孩子也会负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那样。可是当我被这个老师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我所有学会的理论都可以用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改变。所以当然不是每一个小孩都是程度很轻微，你鼓励他就可以。可是我觉得，我想先跟大家讲的是，基本态度我们要给出一个正向的东西。那后面至于他的细节跟环境适应的磨合怎么做，实际的方法就请心理师来跟我们解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心理师聊聊更多有趣的案例。我们欢迎大山心理师。大山你好。 Hello， 小雨妈你好。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大山哦，你自己有接触过高敏孩子的经验吗？有其实我小时候自己就是一个高敏儿。刚刚邓医师说的啊，他的女儿衣服上有标签会很不舒服，哇，我听了就好有感觉，好有共鸣哦。小的时候我妈会替我准备毛衣，然后呢，那个毛衣只要一碰到我的背，我就非常不舒服，心情开始变得不好，然后就跟我妈妈说，我不要穿这个，我不要穿这个。然后我妈妈也会觉得很困惑，她告诉我说，你这么漂亮的毛衣，我特别为你买的，你为什么不穿？其实我也说不出原因来。那一直要到长大才知道啊，原来这就是一种触觉还有身体上的敏感，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像我们一般啊，爸爸妈妈要怎么去判断，或是怎么用比较有效的方式去了解我的孩子其实是高敏的孩子？其实高敏的孩子，我们在儿科或者是复健科，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专业的术语，我们会说这可能是有点需要早疗的儿童这样子。那所以遇到高敏的儿童，爸爸妈妈要怎么样判断呢？其实有的时候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小孩为什么他不高兴的点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然后他会在乎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就像刚刚邓医师讲的，对光线特别在意，对声音特别在意。也有的小孩是对别人的话语特别在意，有的小孩是左耳进右耳出，你早上讲他什么，他下午全部都忘记了，玩得很开心。可是有的小孩，你早上念他几句，他过2天都还记得，他就会还在耿耿于怀那个不高兴的点。那这些状况会有可能因为早点发现，早点去做所谓的早疗，或是做训练调整，有办法会改善吗？当然是可以的。对，那比较担心的就是听过有一些父母说，那我应该要训练你啊，例如说你对声音敏感，你对光线敏感，那我就反复给你刺激。父母可能出发点是很好的，希望帮你去敏感嘛，让你可以早点克服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有的时候太超过了，小孩到他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他可能心里就会变得很受伤，这也是比较需要
担心一点的地方，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些孩子到了，比如说真的是学龄后了，他所谓的高敏的状况还是没有办法很完全改善，那爸爸妈妈又不能完全的随时陪在他身边，他还是有一天会自己要进入到社会生活圈，比如说学校也好，或是自己出外。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出去外面的环境的时候，可以降低他那个高敏的状况？我觉得情境讨论是很重要的。那随着小孩越来越大，他会语言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好，但是他要面对的社交情境、学习情境，或者是学校的状况，当然也会越来越复杂。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很鼓励爸爸妈妈能够多拨出一点点时间，然后去跟孩子做一些亲子对话跟讨论。所以要先依照孩子个别的情况，先让他心里有个底，让他自己去判断他可不可以去接受，或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没错，不会说完全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去参与了这个游戏或参与了这个活动，这样子。对，我想最害怕的就是说，爸爸妈妈觉得他容易受到刺激，那他为了他长大以后可以克服这个困难，所以小时候拼命加给他刺激。出发点是好的，希望他可以去敏感化，可是没有经过跟他讨论，他就会有一种被勉强，然后可能造成他很多负担的感觉。这样。那如果今天真的想说减少他的刺激，可是他出去之后回来真的发现他受了点刺激跟惊吓，那我们要怎么陪伴跟安抚？我觉得第一点当然还是要先看见他的心情嘛，也许他的心情，你想告诉他说你可能受到惊吓啦，或者是你会觉得外面什么什么活动有一点点可怕，那在父母可以允许的范围内，你有没有一些空间跟能力告诉他说那我们以后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就尽量少参与，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尽量少去。那我觉得刚才邓医师有提到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建立小朋友的安全感这件事情。其实在发展心理学上来讲，安全感真的是小孩要成长要克服很多困难还有发展他的技能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他今天有充足的安全感，他觉得他去外面做了什么事情回来不一定会被骂，或者是可以获得父母的谅解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大胆的去尝试一些新的行为。例如说今天你叫一个国小3年级的学生叫他写一份国小4年级的考卷，那如果他是有一个安全感的小孩，他可能觉得那没有关系啊，我本来就3年级啊，那4年级的本来我不会是应该的啊。那可是如果一个胆子很小然后很怕被骂的小孩，他一看到4年级这么题目，他连写都不写他就退缩了，那他的这个能力就不容易被发展的起来，这样子。所以我会说很赞同爸爸妈妈应该多重视小孩的安全感的发展，这样子。大山说的很好，我觉得小孩的安全感不是只针对高敏儿，是应该所有的孩子在家里，如果他有获得充分的安全感，他其实就比较敢勇于去创新、开创或去试验一些东西，因为他知道家里的安全感是在的。他今天也许尝试了一件事情，没有得到成功失败，他至少是觉得有人支持我，或会有人理解我。那我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吗？有时候我在教养孩子的时候都觉得是真的小朋友敏感，还是我对这件事情太敏感太执着了？所以我针对这种高敏孩子的陪伴跟教养方式，爸爸妈妈要怎么先调试自己？其实很多爸爸妈妈他要面对的挑战是很多层次的。现在30-40岁的父母，他的上一辈是很传统的爸爸妈妈，用很传统很严格的方式对来教养他。那可是底下呢，我们现在的社会又发展成非常的自由，然后非常的尊重个人的意愿，或者是完全以网络以 AI 为主的世代，那他就会经历到很大的错乱吧。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是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教养的教条，可是又可以对待小朋友很好这样子。我是觉得如果未来有一个机会，每一个父母都可以找到支持他的人，也许是心理师，也许不是，也许是他的姐妹淘，也许是他的很好的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倾诉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觉到你遇到困难，在教养困难的时候，有人撑住你，有人陪你一起讨论，事情没有每次都想得那么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被唤起很多很想要狂骂小孩一顿啊，甚至想要揍小孩啊、打小孩这种很有压力、很负面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我想我最后补充1-2点好了。也许有的人爸爸妈妈会很担心说，那我的小孩子从小这么敏感，然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会遇到困难，那也会遇到困难，那他会不会长大，会不会很难适应这个社会，会不会从此就变成高敏的成人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它很正面的意义。
刚刚邓医师也有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高敏比较像是一种天赋，所有的感官经验在他的心里，在他脑海的世界里都会被放得很大。那我觉得高敏的小孩如果能够渐渐克服了这些在发展上、成长上的挑战，他也会变成一个心理世界很丰富的人。同时他也很有机会变成是对别人的心情、对别人的心理很敏感，甚至比较富有同理心、很仁慈的一个小孩。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敏的小孩，当然他会有一些特质，还是会随着他一起长大。可是他可以把这个感觉变成一个对别人的同理、对别人的关怀的时候，这就是会是一个很正向的结果。那谢谢大三今天给了我们很多很有效的方法。那如果大家还想听更多教养的问题，麻烦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小远营频道。谢谢，谢谢，拜拜。大家好，我是邓惠文。小孩没问题系列邀请专业的心理师团队，每月定期更新我们的影片，要为每一位父母解开育儿的困惑。那也请大家帮我们订阅以及分享，还有帮我们留言，把你们希望的题材呢写在留言里面，我们会去收集大家的题材之后呢，拍摄更多相关的影片哦。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心理建议，欢迎大家点击说明栏里面的諮商所连结。远迎时乐，与您同乐。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